1962年，美国总统肯尼迪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——古巴导弹危机。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，距离美国本土仅仅90英里，整个世界都在核战争的边缘摇摆。那些日子里，白宫的会议室里充满了激烈的争论。军方将领们主张立即军事打击，外交官们建议通过谈判解决，情报部门则提供着各种相互矛盾的信息。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，每一个决定都关乎着数百万人的生死。面对这样的压力，很多人可能会陷入无休止的分析和犹豫中，但肯尼迪没有。他没有被各种可能的后果吓倒，也没有在无数个如果中迷失方向。相反，他选择了行动，建立海上封锁线，同时通过秘密渠道与苏联进行谈判。13天后，危机解除，苏联同意撤走导弹，世界避免了一场核灾难。多年后，肯尼迪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了一句话：在危机面前，想得太多只会让你错过行动的最佳时机。有时候，你必须在不完美的信息下做出完美的决定。这句话道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：想都是困难，做才会有答案。真正的智者，不是那些能够预见所有可能性的人，而是那些敢于在不确定中果断行动的人。当思考成为行动的枷锁，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每天都被无数的选择和可能性包围。面对这样的复杂性，很多人选择了过度思考，试图通过分析来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。但讽刺的是，正是这种过度的思考，成了我们前进路上最大的障碍。我想起一个朋友小李的故事。他是个程序员，技术能力很强，但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：过度分析。每次接到新项目，他总是要花大量时间研究各种技术方案，对比不同框架的优缺点，分析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。有一次，公司要开发一个新的移动应用，小李花了整整2周时间研究技术选型。他制作了详细的对比表格，分析了10几种不同的开发方案，甚至连 UI 设计的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。但当他终于确定方案，准备开始编码时，却发现竞争对手已经推出了类似的产品，抢占了市场先机。我想的太多了，小李后来反思说，如果我当初选择一个相对成熟的方案，直接开始做，现在可能已经迭代了好几个版本了。这就是过度思考的陷阱。我们以为通过更多的分析和规划可以避免风险，但实际上，我们只是在用思考来逃避行动的不确定性。而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，完美的计划往往不如及时的行动。心理学家巴里·施瓦茨在他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：当选择过多时，人们反而更容易陷入选择瘫痪。他把这种现象称为选择的悖论，选择越多，决策越困难，行动越迟缓。这种现象在现代社会中随处可见。想要学习新技能的人，会在无数的在线课程中纠结选择；想要创业的人，会在各种商业模式中反复权衡；想要改变生活的人，会在不同的可能性中犹豫不决。但真正成功的人，往往不是那些选择最完美的人，而是那些选择最快的人。他们明白一个道理，在快速变化的世界里，速度比完美更重要。行动的力量，从0到1的突破。亚马逊的创始人贝佐斯曾经分享过一个后悔最小化框架的决策方法。当他在1994年决定离开华尔街创办亚马逊时，他想象自己80岁时回顾这个决定，问自己：我会为没有尝试而后悔，还是会为尝试失败而后悔？答案很明显，他选择了行动，即使当时互联网还是一个新兴事物，即使没有人知道在线书店是否能够成功。如果我不尝试，我知道我会后悔，贝佐斯后来说。但如果我尝试了，即使失败了，
至少我知道我努力过了。这就是行动的力量，它不仅能够带来实际的结果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能够消除我们内心的不确定性和焦虑。当我们开始行动时，我们就从被动的思考者变成了主动的创造者。我记得自己刚开始写作的时候，也曾经陷入过类似的困境。我会花大量时间构思文章的结构，思考每个段落的逻辑关系，甚至连每个句子的表达方式都要反复斟酌。结果往往是想得越多，写得越少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读到了海明威的一句话：第一稿的任务就是把故事讲完，不管讲得多糟糕。这句话如醍醐灌顶，让我意识到完美的文章不是想出来的，而是改出来的。从那以后，我改变了写作方式。每次坐下来写作，我都会先快速写出一个粗糙的初稿，不管语言是否优美，逻辑是否严密，然后再通过反复修改来完善它。这种方法不仅提高了我的写作效率，也让我的文章质量有了显著提升。这个经历让我深刻理解了一个道理：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学习。当我们开始做一件事时，我们会遇到各种预想不到的问题，也会发现各种意想不到的机会。这些都是纯粹的思考无法给我们的。从内耗到行动，3个关键转变。那么，如何从过度思考的内耗中走出来，成为一个行动派呢？我总结了3个关键的转变。第一个转变，从追求完美到接受不完美。完美主义是行动的最大敌人。当我们试图制定完美的计划时，我们往往会陷入无休止的修改和完善中。但现实是，没有任何计划是完美的，也没有任何行动是没有风险的。硅谷有一句著名的格言 ：Done is better than perfect， 完成比完美更重要。这句话道出了行动的精髓，与其追求完美的计划，不如先完成一个可行的版本，然后在实践中不断改进。我认识一个创业者，他花了2年时间完善自己的商业计划书，研究市场，分析竞争对手，设计产品原型。当他觉得一切都准备就绪时，却发现市场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他的产品已经不再有竞争力了。相比之下，另一个创业者用了2个月时间开发出一个最简可行产品 MVP， 然后快速推向市场。虽然产品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，但通过用户反馈，他快速迭代改进，最终获得了成功。这2个例子的对比很说明问题。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，快速试错比完美规划更有价值。第二个转变，从恐惧失败到拥抱失败。很多人之所以陷入过度思考，根本原因是对失败的恐惧。我们害怕做错决定，害怕浪费时间和资源，害怕被别人嘲笑。但这种恐惧往往让我们错过了更多的机会。硅谷投资人彼得·蒂尔曾经说过，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，不冒险才是最大的风险。这句话听起来有些矛盾，但仔细想想，确实如此。当我们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行动时，我们实际上是在选择一种缓慢的失败，机会的流失。我想起了篮球巨星迈克尔·乔丹的一句名言：我的职业生涯中投失了9000多个球，输了近300场比赛，有26次被托付执行最后一击的关键球，但我失败了。我一生中失败了一次又一次，这就是我成功的原因。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：成功不是避免失败，而是从失败中学习。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，它能够让我们更快地找到正确的方向。第3个转变，从完美时机到当下时机。很多人总是在等待完美的时机，他们觉得现在还不是开始的时候，需要等到条件更成熟，准备更充分，时机更合适。但现实是，完美的时机永远不会到来。中国有句古话，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，其次是现在。这句话道出了行动的真谛，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。
我记得读过一个故事，说的是两个农夫都想种苹果树。第一个农夫说，现在种太晚了，要等到明年春天。第二个农夫说，现在种正好，到明年春天就能看到成果了。10年后，第二个农夫已经有了一片苹果园，而第一个农夫还在等待完美的时机。这个故事虽然简单，但道理深刻。在等待完美时机的过程中，我们往往错过了所有的时机。行动的智慧如何聪明的开始？当然，强调行动并不意味着盲目冲动。聪明的行动需要一些策略和方法。策略1：小步快跑，快速迭代。不要试图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，而是要学会分解目标，从小的可管理的步骤开始。每完成一个小步骤，就获得一次反馈，然后根据反馈调整下一步的方向。这种方法在软件开发中被称为敏捷开发，但它同样适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。想要减肥的人，不要制定一个完美的健身计划，而是先从每天走10分钟开始。想要学习新技能的人，不要买一堆教材，而是先从一个简单的在线课程开始。策略2：设定时间限制。给自己的思考和规划设定一个明确的时间限制，比如给自己1周时间研究一个问题，时间到了就必须开始行动，不管准备是否充分。这种方法能够有效防止我们陷入无休止的分析中。时间限制会迫使我们做出决定，即使这个决定不是完美的。策略3：建立行动的仪式感。为开始行动创造一些仪式感，比如清理工作台，播放特定的音乐，或者写下行动的第一步。这些仪式能够帮助我们从思考模式切换到行动模式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仪式感能够减少我们的焦虑，增强我们的控制感。当我们有了固定的开始仪式时，行动就变得更加自然和容易。从思考者到行动者的蜕变，最终从过度思考到果断行动，不仅仅是一种方法的改变，更是一种身份的转变。我们需要从思考者转变为行动者，从分析师转变为实践家。这种转变并不容易，因为它要求我们放弃对确定性的追求，拥抱不确定性的挑战。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，给了我们无限的可能性。当我们开始行动时，我们会发现世界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友善。大多数我们担心的问题并不会发生，而那些真正发生的问题，往往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。更重要的是，通过行动，我们获得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信心。我想起了那句著名的话：你永远无法通过思考来游过一条河，你必须跳进水里。这句话道出了行动的本质，有些事情只有做了才知道结果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，我们都需要行动的勇气。这种勇气不是盲目的冲动，而是在不完美的信息下做出决定的智慧。不是对失败的无视，而是对成长的渴望；不是对风险的忽略，而是对机会的把握。记住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展现的智慧，在关键时刻，行动比完美的计划更重要。记住贝佐斯的后悔最小化框架：与其为没有尝试而后悔，不如为尝试失败而无憾。想都是困难，做才会有答案。当你还在犹豫的时候，别人已经开始了；当你还在分析的时候，别人已经获得了第一手的经验；当你还在等待完美时机的时候，别人已经在不完美中找到了机会。所以，不要再等待了，不要再分析了，不要再犹豫了，现在就开始行动吧。因为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，最好的计划就是开始，最好的准备就是行动。凡事先干起来，只要你一直往前走，内耗就追不上你前行的脚步。而在前行的路上，你会发现，原来那些看似困难的问题都有了答案。